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中军。韵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啊，川普要格陵兰是玩真的，那么格陵兰民众呢也出来抗议反对了哈。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格陵兰团体呢自己还推出了一个小红帽，而且上面写的是 MAGA， 但是不是那个 MAGA 哈，是什么 MAGA 嘞？是让美国滚开 ，Make America Go Away 的 MAGA 哈。这个呢是他们新形态的一个抗议行动，已经在网络上面扩散了，很多的卖家都贩售这样子的 MAGA 帽子来嘲讽川普掀起的一个政治运动。好，除了卖帽子之外呢，格陵兰的民众呢也上街来游行了，来看到这个人数有多少哈。很多的民众呢都出面来游行，抗议美国要企图夺岛，还喊说我们不是商品，我们不出售格陵兰岛。好，除了民众出来之外呢，丹麦也有动作吗？丹麦的动作是什么呢？是从经济层面来对美国进行复仇。好，我们来看到啊，丹麦的年金基金宣布呢，1月底前要清出1亿美元的美国公债。那除了丹麦之外呢，欧洲手上的庞大美元资产呢，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资本武器化吗？不过啊，就有评论说了，说欧洲手握的这个美元资产要把这些资本武器化的极端情境呢，代表啊会把贸易战给升级为金融战。但是这样子的实际操作，分析师说是有点难的，因为这些美元资金呢都是私人资金所持有的，所以他会不会听每个国家的调度呢是很难说的。而且呢，川普也没在怕，我们来看到他又怎么样了，又 AI 制了一个图哈，而且他这个图呢是在格陵兰岛上面插上了美国国旗哈。他说啊，夺取格陵兰的决心绝不回头，甚至可能去动用武力达成目标。对于这座岛，对美国的全球安全防御是有关键地位的，甚至呢，美国现在还对北约下手了哈。五角大厦呢就谈到了这个未来啊，打算要去削减驻北约指挥中心的人员哦，影响大约有200人呢。这恐怕会加剧欧洲对于华盛顿履行北约承诺的一个疑虑哈。我直接呢不挺你北约了，我直接把人都给收回来。而同时呢，贝森特呢也是力挺川普，说啊，随着川普推动夺取格陵兰，引发了大西亚紧张情势升温。川普正在向全世界展现美国回来了，但是美国回来了是来掠夺你，而不是当世界警察啦。那我们来看到欧盟现在能怎么做呢？欧盟的主席呢范德莱恩就说了，说啊，美国你就格陵岛的问题对欧洲国家去加征关税是一个错误。好，你就这样子喊话吗？没有哦，因为现在啊，这个欧洲议会呢是暂缓去批准对美国的一些贸易协议。好，来看到了这个欧洲议会就说了。说啊，美国企业是不会去放弃欧洲市场的啦，所以呢，我们去暂缓对美贸易协议。预料此举会是一个威力极强的一个杠杆工具，是这样子吗？川普怎么说？他说他不担心呐。好，他不认为欧盟真的会这么做，因为呢，他认为欧盟非常需要和我们的那一份协议，还说了真的非常需要他们拼得很辛苦才争取到他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掀起这个不认协议，甚至是关税的一个反制，所以川普就没有在怕啊。好，至于反川普的人呢，就是这个加州州长纽森了，他竟然是出来喊话，要大家对抗川普，来听他怎么说。Governor Newsom, do you have a message for European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messages from the White House around Greenland this week? Yeah, it's time to buck up. It's time to get serious and stop being complicit. It's time to stand tall and firm, have a backbone. I can't take this complicity. People rolling over. I should have brought a bunch of knee pads. I mean, at least from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it's embarrassing. 好，我们都知道他是反川大将啊，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选举对上他的，所以他当然是希望大家出面来反川啊。好，不过呢，面对这个川普真的是要夺取格陵兰啊，欧盟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请教赖教授。目前格陵兰人跟丹麦人觉得很被羞辱啊，因为他们觉得川普的一个动作跟姿态太粗鲁了啊。也就是说，如果不卖给
啊，这个美国就用抢的啊，各种方式，然后极尽羞辱之能事。可是问题就在于丹麦太弱了，丹麦太小了，丹麦自己一个国家，它根本做不到跟美国反抗啊。那目前来看的话，丹麦自己本身也太软弱了啊，因为当大家谈到说，那我们是不是整个欧盟团结起来跟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丹麦自己的国家都说，哎，我们要谨慎一点啊，我们这个贸易战可不是轻易的事。所以丹麦对格陵兰都是这个态度。那你想，欧盟到目前为止都是一张嘴而已。欧盟冯德莱恩他讲说，川普啊，这个要买下格陵兰或者要占领格陵兰，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好，然后呢？对，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对，然后因为大家问的是，然后呢？当时川普要对欧洲打贸易战的时候，这冯德莱恩他也有站出来讲啊，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各种工具，我们的工具箱的工具满满的，川普怎么对我们，我们就怎么对他。结果当川普的关税一直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冯德莱恩的工作就是去求饶，求到最后呢，是欧盟对美国课关税0%。然后美国对欧盟课关税15%，外贷要送给美国什么呢？6000亿美元的投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附加这个欧盟不能够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只能从美国这边进口非常昂贵的液化天然气。这个就是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嘛。好，现在这个欧洲议会又在演戏了啊。演什么样大戏呢？他说我们武器很多啊，我们有什么样武器？第一个，我们可以跟美国，因为你这个美欧的贸易协议我们还没批准啊，我们还没批准，那现在只是暂时协议啊，所以我们可以啊不批准，哎，厉害吧？欧洲干啊，但是他不会干。第二个，我们还有第二个啊，这个法宝就是930亿欧元的税，商品税，我们可以给你课，你敢吗？保证不敢。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反倾销、反歧视，也就是说你美国的任何啊都不能够参加我们欧盟所有国家的政府的采购案。哇，这个会吓死人啊！我们叫做啊这个核弹级的经济措施啊。但是你敢不敢做？不敢。接着他们说我们还有案件，什么样案件呢？就是你知道你美国很多公司都有卖公司债嘛，我们欧洲很多基金都有买你们美国的公司债，上千亿啊，几千个亿的美元的公司债啊，我们只要丢出去以后，你的公司就倒一片。敢不敢做？不敢。最后他说，我们欧洲啊，我们欧盟27个成员国买了很多美国政府的公债，上兆美元的公债啊，如果我们拉扎加起来，我们有8万亿美元，8万很大哦，我们可以给你美国沉痛的打击，但是这个贝森特说，哦，我相信啊，这个欧盟一定会成立一个欧洲工作组。哎呦，我好怕怕哦，我好怕怕哦。好，你来试试看。观众朋友，讲到这里的时候，观众朋友你们会觉得很气、很恼火，但是又很无奈。为什么？因为欧盟就永远就是欺善怕恶，他就欺负弱小的，欺负啊。对他还寄有期望的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希望说欧盟能够成为一极，能够真正的走向他自己对外宣称的战略自主啊。因为欧洲一直不断对外说，我应该是多极体系中的一极，因为我有4亿多到5亿人口，我的国土面积也这么大，我的人均所得这么高，我的 GDP 加起来不会比美国少。然后呢，我欧盟应该成为一极，所以我战略自主，我们不会追随任何一个国家。可是你嘴巴这样讲，但是你的行为是成为美国的附庸国，美国的藩属国。现在川普他在看待他的盟友，因为川普讲得很明白，他说盟友不见得是朋友，像日本就是不是朋友，所以是盟友不是朋友。那你们在安全上依赖我美国，所以你是我的保护国啊，我是你的保护国嘛，你是被我保护的。你在经济上占我便宜，所以你们都是我的附庸国。你既然是我的附庸国，你跟我就没有资格平起平坐。讲得很白，讲得很白嘛，就是我小弟啊。你是我的藩属国，我们再回到过去帝国时代，就是以前的专制君王时代，这么多的藩属国，藩属国当然要听宗主国的嘛。对。那川普的态度就是，我就是一个川普大帝，
我现在是宗主国，面对于这些盟友的藩属，就是这些藩属国，你们只能听我的。当我要你的什么，你就必须要给我；我要你这块土地，你就必须给我。我想，其实川普的态度摆得很明白，不给我就打你。好，那对于川普眼中可敬的对手就有2个。就2个国家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一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大陆，一个就是俄罗斯嘛。所以在他眼中，就这2个国家可以跟他平起平坐，其他的小的都是他的附属国、藩属国。当他要的东西，你只能像朝贡一样送上来，你敢反对，我就修理你。你现在看得很明白了，现在就是谁反对格陵兰给美国，他就修理哪一个国家。川普就是现在不演了啦，他直接把他的这个心思全部都摊开来给你看了，但你能拿他怎么办呢？好，我们请教彬哥。我觉得欧洲是完全被人家看破手脚，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简单嘛，之前在关税谈判的时候，你们就是讲的跟真的一样，实际上什么也没做，到最后就是割地赔款、丢盔卸甲，就是这样子啊。你就经过这一役，川普发觉欧洲人根本不敢打。也不敢真的碰，所以现在你们又祭出啊什么要撤回美债啊，要怎么搞啊，要拿出什么 bazooka 啊，然后要怎么样去攻击美国啊？来啊，他笑你不敢嘛，讲的跟真的一样，说美国会很需要我们欧洲啊，所以他不敢放弃欧洲市场。那我请问你一下，你敢放弃美国市场？不就是这样吗？很简单嘛，等于我觉得欧洲所有的步数都已经被美国看透了，所以 Nielsen 讲的很对啊，他应该要送欧洲的这些国家的领袖，每个人一个护膝，让你好好的跪，跪的比较不会痛，因为你们就是跪在那儿嘛。讲一句实在话，现在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冯德莱恩啊，包括这个马克宏啊，你看马克宏昨天呛瞎，川普直接呛他，反正你快卸任，我根本不想理你，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把你们看扁了嘛。所以真正要让这件事情能够回到谈判桌去谈，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欧洲要真的摆出强硬的阵势，不要在那边什么派3个人、2个人、5个人跑到格陵兰去干什么啊？丹麦讲得很大声呢，我们现在在那边有100个人，然后在旁边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另外100个人，是这样。就算这200多叶问又怎样？你讲出这种东西根本是笑话嘛！我觉得欧洲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展现自己的力量，认为欧洲是不可以随便被人家侮辱的，那欧洲各国应该组成欧洲联军啊！你美国只要接近格陵兰的领海范围，我就会攻击你。你摆出这个阵势来看，川普敢不敢碰？但问题欧洲摆得出来吗？不敢嘛。他们不会做这件事嘛，因为欧洲自己内部每个国家的态度就是不一样。你要知道，对欧洲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其实他们要的不是真的守住格陵兰，他们其实要的只是一个体面的下台阶。对他们来讲，老实讲，格陵兰关我什么事？对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大家都是欧盟，我不能够讲这句话而已。所以他们现在私底下已经多少人去找川普谈了？这2天又传出来一个新的消息，说干脆租给川普99年，就跟澳门一样，就直接租给他，直接割地了。反正99年之后再说嘛，对不对？反正99年之后大家都不在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欧洲这些国家就是孬成这样，才会被川普看不起嘛。所以贝森特这句话是最可怕的，他说川普推动夺取格陵兰，引发大西洋紧张情势升温。川普向全世界展现美国回来了，他认为一个发动侵略的美国是回来了。这个回来跟我们印象中的美国不一样哦。我们以为是过去那个世界警察，那个自称自己维护正义的美国回来了，不是，他是回到19世纪的美国，那个殖民地主义的美国，到处攻城略地，到处去打败欧洲的国家，打败西班牙，去侵占他的领土，变成那个时代的美国回来了。所以当美国人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欧洲人，如果你还认为说啊没关系啊，和稀泥啊，找个下台阶下就好，我告诉你，川普未来这3年，整个欧洲一定被他吃得死死。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厉正杰将军。美国原来自称是世界警察哈，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如果说我们维护我们自己这个为了维护我们安全的这些警察，就反过来借着他手中的武器过来抢我们家，那民众是什么样的感觉哈？
当然，我认为这一次这个川普是要定格陵兰，然后大概欧洲也无力去抵抗。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第一个，如果说军事力量的话，这个欧洲北约那时候总共这个8个国家派了34个人过去这个当然不要说人数被人家讥笑了，这个我讲的这个国家比这个士官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官多士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你怎么去保护？那结果还没开始呢，结果德国就先撤了，德国撤完以后，荷兰又撤了等到关税这个大棒一挥下来，大家又这个鸟兽散，只是一个关税就让这个8个国家打成鸟兽散。那你更不要讲说是其他对抗实力。那经济上面，我觉得这个欧洲也不是美国的对手这个美国可以说是予取予。我们很难想象，原来一个自称为世界警察，就借着他的这种这个富豪的心态，有钱嘛，然后也有武力嘛，他就居然去掠夺他自己的盟友。但是我们试问一下，如果你这样掠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想说。川普要抢是绝对100%可以拿得下，不管他用买的、用租的，或用武力强占他最后一定是这个势在必得，一定可以拿下格陵兰。问题是拿下格陵兰以后，这个他要负担的后果怎么样？我不相信说，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没有后坐力。你知道，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尤其是同盟国之间，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互相信任，我们才会结成同盟。那如果说本来对你的信任转成你对我的掠夺跟侵略，我觉得信任破裂之后，要晓得欧洲这几个国家最重要，他们是民主国家。这些主政的，他们这个或当选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他们也是民众选出来的。当他们对美国表现出这个软弱无力、丧权辱国的状况之下，那民众当然对民众影响不大，但是民众一定会对你有反感嘛。你后续来讲，这些国家领袖，你们还有没有想要再选举？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领袖，包括英国这个欧盟的这些国家，必然会承受很大压力。这压力除了对美国对他们有压力之外，他们自己国内的民众对他有压力。但是我认为这次如果说是川普硬要抢下来，那获利最大的当然就是这个俄罗斯跟中国2个国家，他们一定会渔翁得利因为如果说其他国家对美国不再信任，那会不会在贸易上面就转而向中俄2国？那你美国可以讲说格陵兰是你保护的，那俄罗斯可不可以说这个乌克兰是我的，对不对？乌克兰对巴斯本来就是我的，是我要保护的。那中国大陆会不会说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我的领土？那会不会亚尔达密约又出现了？这3个国家在一起，大家互相讨论，把这个势力分割，做这个整个地盘大家互相做一个分割。所以说，当中俄这次如果川普硬要这样干的话，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获利国家将会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也可以说借着你这个你美国开了这个例子嘛，那其他国家另外2个国家可不可以借此来办理？好，所以说到现在，欧洲已经看到了，强夺世界的美国回来了那现在呢，离美国最近的加拿大就有所警惕了。我们来看到这是加拿大首次竟然去模拟军演，说是美军入侵这个是《环球邮报》是加拿大的媒体独家披露说，加拿大的武装部队呢，最近是完成了一个极具震撼性的模拟推演，那就是去模拟如果美军入侵加拿大的话，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以前美加是非常好的结果现在面对川普的野心不确定性加国竟然是企图要借鉴阿富汗跟乌克兰的战场经验，要采取游击战来进行焦土对抗所以他们都已经想好最坏剧本了，就是万一我加拿大真的被威胁要成51州怎么办呢？好，除了军事上面要进行兵推之外，经济上面呢，找一个老大哥中国大陆来分散风险现在呢，加拿大呢是一路对北京来开绿灯包括呢中国与加拿大是达成了这样子的电动车协议，那么首年的进口量上限为4.9万辆，那么5年呢会增加到7万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电动车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又便宜又好开，那现在加拿大也要去加大进口了，但是现在加拿大不跟美国混了，那么华邮就批评了，说呢你加拿大这样做太天真了是认同独裁者。华邮的社论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决定虽然并不让人意外，但也有批评加拿大太过短视，说务实主义跟天真之间呢是仅有一线之隔，而卡尼已经开始模糊这一条界限。
但问题就是你美国一天到晚去威胁邻国啊，你要我们怎么相信你美国呢？好，另外来看到啊，直接跟川普对抗的，那就是马克宏法国总统了，他就是没有在怕，也不跟你直接直来直往哈，他呢戴着墨镜去回击川普，他说啊，不打算在达沃斯跟川普对话，美国的无止境关税，他们不可接受。还说呢，这些协议呢是损害我们的出口利益，要求最大限度的让步，并且公开是意在削弱欧洲，使其屈服。那么欧盟不应该屈服强权，所以呢，别被迫接受带有新殖民色彩的一个谈判框。这个马克宏真的说的是非常的重哦，但是川普有在怕吗？没有，他怎么说？他说，他真的这么说，没有人会想要他啦，因为他很快就会下台了，甚至还说啊，你在呛我啊，那我直接对你的香槟课200%的关税，那你就会乖乖加入我的这个和平组织了。好，那现在呢，这个马克宏啊，也是邀请川普说，你在干什么呢？我们 G7 上面好好的谈一谈好不好？你不要这么冲嘛。结果呢，川普直接在20日的记者会上面说，我不会去出席你巴黎 G7 的峰会，两方是直接没得谈了。好，那现在情况闹得这么僵，欧洲也只好去另外找可靠的伙伴嘛。我们来看到啊，德国就非常的聪明，它首先呢就已经祭出了跟加拿大一样，电动车补助优惠，而且呢中国的品牌也适用哦。好，德国重新启动了30亿欧元电动车的购车优惠政策，而且不限品牌跟产地，中国的品牌也适用。好，那另外法国的部分呢？马克宏在达沃斯论坛上面说，中国是受欢迎的，但我们需要的是中国在欧洲一些关键领域的更多外国直接投资，以促进我们的增长。直接要钱了哈。那另外来看到英国的部分呢，他也批准中国在伦敦去建超级使馆了，并且呢，就是为了英国首相施凯尔能够去访中来铺路嘛。好，那现在中国就计划要在伦敦塔附近已经有200年历史的一个皇家铸币厂旧址去建一个大使馆。那么部分的英国跟中国官员也表示了，说呢，英国首相呢施凯尔本月能否按照计划去访问中国，就看这个计划能不能够去批准了。所以现在啊，大家都知道了，你关心到的越僵，那我中国就真的是得利了哈。所以呢，这个经济日报的社论就说了，说川普威胁要对欧盟祭出关税啊，对于正在寻求扩大出口的中国来说，真的是来得正好啊。北京呢，不仅是获得了一些喘息空间，还可以趁机去加强跟欧洲之间的贸易。你要知道啊，之前那个华为5G 啊，欧洲是对中国是闹得很僵的，结果现在美国直接是把欧盟给推向中国，难怪大家都说川普是川建国。好，我们来请教赖岳谦教授。过去美国的盟国都追随美国啊，去对中国大陆不友善、歧视性的行为。坦白说，过去美国跟美国的盟国都做错事了。现在把它说成是他们是的这样做对中国有利，我就觉得简直是本末倒置了啊！已经把价值观都错乱了。也就是说，以前做错了，现在只是做对而已啊。怎么说以前做错？美国看到中国电动车发展的这么好啊，5G 美国的5G 脱队了，美国没有5G 做不出来，做不出来怎么办？就不让中国做啊，所以要打压华为，然后就要求他的盟国都要打压华为，完全违反 WTO 的规定，完全违反而且用歧视性的行为，违反自由贸易的原则，然后片面的对中国大陆课征关税。课征100%的关税，让你电动车卖不进去。加拿大跟着美国走，其实过去都是做错，不应该这样做，全部都违反 WTO 的规定。好，那中国大陆当然反制嘛。这一反制以后，加拿大也受不了了。例如说油菜籽油不买了嘛，油菜籽铺不买了。好，现在加拿大受不了了，然后一看的美国啊也在修理他就回过头来跟中国大陆说，这样好了，我们和平相处。那是以前做错了，现在想要做对，中国也欢迎呢，也欢迎的时候，那油菜籽可以进中国了，那电动车你就必须要关税要降，那现在关税降到6.1嘛，然后第一年是先49000辆，然后每一年增加一直到7万辆为止。好，那这个就是加拿大目前所做的事。好，那另外加拿大如果要跟美国打焦土战，
那加拿大就要搞一个城镇战喽，要搞焦土战，要打城镇战，然后呢，要好好的加强这个地面武器装备。中国大陆可以卖啊，那你加拿大要说到做到啊，你就跟中国大陆大大的买这个地面的这些武器装备，保证好用又便宜。啊，问题就在于不要一张嘴只说不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欧洲也是一样。欧洲也是跟着美国去对付中国大陆，也是片面的，都是不公平的。5G 到现在，欧盟在1月17号还通过一个决议，要通过一个法案，说所有的从华为的、中兴的这些5G 的零料件全部都要拆掉，1年内。那中国大陆绝对会修理你欧盟。现在欧盟还在弄好，用国家安全的理由。那中国也可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稀土不卖给你欧盟啊。对，好。他又说，光伏电板就是太阳能板，而不能从中国这边进。那原因在哪里？可是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生产全世界80%啊，那他说不能从中国进，这就是什么？以前都做错了。那现在一看说，哎呦，美国啊要跟他对抗了，他现在就说，那这样好不好？那我这个电动车，我们现在定出一个最底价，你不要卖低于这个底价，那我就让你进来。然后现在可以啊，这叫软着陆。那也同意说好，那你就定一个最低价嘛，最低价我卖进来，那这样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我如果能够打通你欧洲，那我厉害嘛，啊，那我本身赚的就更多了。那当然大陆也就同意了，好，关税下降，但是最低价。英国最有趣了，英国这个大使馆事实上是在保守党10年前就已经被中国大陆买下来了，而且当初已经签协议了。当初签协议买下这块土地，而且要新建了，结果呢，都已经谈好了，叫做中英黄金10年计划。大陆也准备要大举去英国投资了，创造他们很多的就业机会。结果呢，美国介入以后，英国就撕毁了，英国单方撕毁这个协议，结果一卡到现在，给人卡了10年。卡了10年以后，现在工党上来了，那工党就是说，其实 MI5。跟 MI6 就是英国的情报局跟反情报局都说，这个大使馆不会影响到英国的金融的安全的问题，都站出来担保了，说不会，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中国大陆的大使馆在那边新建的时候，不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数据链的流失，不会的。好，那工党时代当时就说不会的，现在那个保守党的时候也说不会。好，那美国反对，他们就要反对。现在中国说你这个没有道理啊，你已经给我卡10年了。那也就是说，以前都做错了，现在只是做对而已。做对以后，你看这个舆论就开始写说呀，这样对中国有利。这有利跟不利，以前都是乱搞，然后都在整中国，然后现在只是说整不下去了啊，也输了啊，然后从美国那边拿到好处，美国不给了。不给了以后，就是说，那我现在不整中国了，那只是还给中国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公道而已。他们就可以说，哎呀，这样对中国有利。我都觉得你这欧洲的外交官，你是脑袋里面是有脑洞。换言之，也就是说，根本上的价值观都是错乱的。对，这样真的是美中之间的这个不断的平衡，但是也让人家看破手脚的。欧盟真的是哪里有利就往哪里去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这个彬哥。我觉得加拿大人也蛮有趣的，居然打算焦土游击战。阿富汗那边至少还有土，请问一下加拿大那边是什么？那边都是冰哎，你打算躲到哪里去？我实在是，这个就是故意讲出来一副好像强调自己的决心，可是事实上就办不到嘛。阿富汗那边的人，他们其实本身生活就比较接近那种状况。你加拿大人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你怎么可能回到那种状况去？所以我觉得不要开这种玩笑，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但是问题是，他们现在说卡尼这样选择跟中国大陆接近是做错了。我必须说哦，那这些认为卡尼做错的人，请问一下卡尼应该怎么做？你如果你是卡尼，美国现在要扣我的税，甚至要我的国家变成他第51州，那你觉得卡尼应该是跪下来求饶呢，还是应该想办法去为国家另觅出路？卡尼现在就是在做一个另觅出路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他也不是真的心里头喜欢中国或怎么样，而是美国已经对我这样了，我如果不赶来找中国的话，可能加拿大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人讲话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根本也不负责任。
那马克宏现在戴个墨镜，这个家伙也是个戏精啊。基本上，你戴了墨镜，好去跟他呛，然后呛了又如何呢？我们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啊。你倡议成立欧洲军去支援乌克兰，讲了3年没效了，就是这样的、啊，到现在也没有做任何动作，所以川普会不理你，很正常嘛，因为你每次都说的跟真的一样，做根本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欧洲会被人家这样呛，被看扁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川普不去机区也是刚好，因为对他来讲，我干嘛去跟一些靠我吃饭的人开会？有什么好开会？我以后我跟你讲，川普现在的心态是什么？你知道？以后我也不用去跟你们协商什么了。以后除了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剩下的我就知会告知你们我要干嘛就好。我根本不用跟你讨论啊，反正你们到时候又在那边七嘴八舌的，我直接告诉你我要做什么，爱不爱做随你。那如果不爱做，就等着吃关税报复，就是这样子。他的想法就是非常简单粗暴。那导致说，你看到欧洲这些国家慢慢陆陆续续开始把过去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开始降温了。其实采取的动作都跟卡尼一样，就是当美国已经变得不可测的时候，美国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你根本就抓不准的时候，赶快先至少缓和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趋势，不然的话，请问你站在这些欧洲国家的立场，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包括了这个市场也不够大，他们必须美国市场没有，至少我要有中国市场。再来就是中国，它掌握了非常多的一些稀土啊、关键原物料。当然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中国去闹翻啊，尤其是美国不挺了怎么办？好，我们接下来请教厉将军。如果说是加拿大会跟美国开战，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如果说你不要讲说，大概3年前，这个拜登时期，你说美国会出兵去占领格陵兰，会跟这个加拿大要这个把加拿大当作第51州这种方式来羞辱。那时候如果说3年前你讲这种话的话，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不可能会发生事情。但现在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川普很明显的，他真的是7382，他对于他的盟邦友邦国家极尽的欺凌羞辱不管我们刚刚讲的格陵兰，或对加拿大或甚至于对他的这些盟邦国家都是如此都从中就是掠夺抢夺反而他对于他面对的敌国比较强大的国家，包括中国，你看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走在前面去送习近平上车，对不对？他跟普京见面，在阿拉斯加内幕我们都记得。排场铺得很大，甚至于军机军礼的欢迎最后来讲还这个送这个普京先走。那反而他对自己盟邦国家是这样，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说是美国去入侵加拿大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这种事情有时候你很难讲，可能明年或什么时候，就像是我们之前美国这个会去入侵格陵兰，我们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们很讶异的是说，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以前对美国是亦步亦趋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同盟方面，或者是在外交，甚至于军事上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波湾战争，你只要美国出兵去打仗，只要是以联合国盟军的名义，一定有2个国家跟在旁边，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澳洲，这几个国家一定跟在旁边，帮美国一起去打仗。但现在曾几何时这我觉得加拿大这个国家大概也都可以看在眼里这个无限唏嘘了。可是卡尼来讲，毕竟站在反川普，他开了第一枪。我们看到他到中国去之后不管是在这个电动车方面跟中国签了这个协议，让中国可以这个进口电动车关税降到6.1%。那加拿大自己的这个油菜籽也可以卖到中国去这个那第二个我们就看到是德国这时候也在汽车电动车关税也已经让步了，跟中国来讲也取得协议。第三个我们现在看到英国来讲也让步了原来他一直认为那是他地标的地方，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盖上中国的这个最大一个大使馆？对他来讲是一种代表，是一种羞辱。其实他是借国安的理由了，可是他觉得面子挂不下去，你知道，等于说在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地标的地方盖上中国的使馆，他觉得是这个对英国来讲是一种羞辱。现在英国也让了。这个你要知道，后续来讲，我们就看到欧洲包括英国的这个首相，
还有德国哈，大家陆陆续续排队回去中国。对，我觉得你川普这样搞下去哦，这会不会欧洲这些国家一步一步来，就马上跟中国建立你本来不准的，本来我们都配合你，迎合你美国的需要，不管是华为系统、电动车，或者是说这个太阳能板等等，那你现在你搞这样，我们就大家有跟着加拿大同一个步伐，加拿大已经开了第一个示范，后续来讲，我们就跟中国不管在从经贸开始，做一个结盟。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中国这时候讲了一句话哈。他说：“我们不但是全世界是工厂，我们也是全世界的市场，就欢迎全世界到中国去投资。那会不会美国从此这个东升西降，很明显就已经是一个分水岭了。”现在真的是很多的欧洲国家都排队想要去中国啦，希望能够加大投资。其实美国自己也是啊，川习会4月就要登场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中国崛起说到大家都想要见中国一面，中国崛起，竟然连足球也可以进入亚洲杯的决赛吗？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足球一直是被人家笑说非常的烂啊，弊案很多。结果这个是历史性的插入了亚洲杯的决赛，而且呢，决赛呢是中国要对上日本这个主帅安东尼奥就誓言他会奋战到底3-0 5场零封历史性的闯入了 U23的亚洲杯决赛。那球员将主帅安东尼奥高高的抛起欢呼声呢淹没了夜空。这个是中国男足国字号球队时隔22年内再度站上了洲际赛事的决赛舞台接下来就要对上日本了。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日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近日日本的公债真的是非常的惨出现了一个抛售潮。那么日向的财长就呼吁说市场要保持冷静。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抛售潮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他宣布要提前举行大选，并且呢以刺激经济呢为首要目标。各党争相抛出了支出承诺，感到悲观日本的公债呢就出现了一个自由落体式的下跌。这波债券的抛售潮推高长期政府公债的殖利率，是飙升到了数十年来的一个高点呢。而且这个日本的公债殖利率抛升连美国都来怪日本因为呢美股汇市也是3杀，结果贝森特怎么说都是日本市场害的。1月20号呢，这个美国的市场发生了股债汇3杀，那么美股的3大指数周二是大幅收跌，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涨6.76个基点。那么贝森特说呢，都是因为日本债市的一个溢出效应啦。那对此呢，日本呢就说了，怎么可能是我们害的啦？那么朝日新闻呢就说呢，是长期公债殖利率上涨，你不赖在你自己格陵兰岛的问题，竟然是赖到了我们日本吗？好，这个报道中呢就说了，就是因为你川普自己企图要将格陵兰给纳入领土导致的混乱，才会是你自己美国国债殖利率上涨的主要原因啦。不要怪给我们日本是你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好，但说到政治问题了，刚刚就提到了说高市早苗呢，确实他想要去解散国会拼改选这当然也会造成这国内的不确定性嘛。那么现在有50%的民调都是不赞成的这个是朝日新闻的民调报道说呢，这个50%的民众呢不赞成，因为呢民众认为说选战就只有短短的2周，根本不可能冷静充分的来讨论政策这让人很不安。而且高市呢他主打食品消费税2年免税，那这就会使国库的年收短少5兆日元呢，这可能会进一步的引发财政的恶化疑虑好，我们看到了现在日本还有美国债市都是非常的惨，而中国大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那我们来看到国务院总理何立峰呢，在达沃斯捍卫中国的经济模式。何立峰还说了，呼吁中美把握双方有利的合作契机。他提及了部分针对中国科技限制时，表示说很多时候呢是中国有购买需求，但是对方不愿意出售。甚至还说呢，我们中国不仅愿意做世界工厂，更愿意做世界市场这个话说得很明白甚至呢，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主席也进一步表示说中国呢不仅仅是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还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还持续的投入研发跟创新。展望2026年，大陆将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好，愿意做世界的这个
市场，真的，因为他真的就跟美国去购买大豆了哈。这个是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他说呢，中方确实兑现了购买美国大豆的协议啊，两国也非常期待明年购买2500万吨的大豆，建议中国再多买一些。啊，你想要让中国买你的大豆，那你就别课人家税了吧。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呢还没有对川普的关税来去裁定是否违宪。但是呢，川普他强调很清楚啊，我是合法的。他说相信课征关税是合法措施，但是也警告说，如果这个判决你判我输的话，我要把这些课征的关税还回去，这绝对会是伤害人民的，就是在警告了吗？好，另外呢，针对于现在美国的经济很糟糕，大家都传出有什么斩杀线困境嘛，美国政府终于回应了，但是他怎么说呢？竟然是甩锅给上一届政府哈。我们来听到呢，这个贝森特在世界经济论坛现场啊，就有人问说了，这个37% 的美国成年人拿不出$400的应急费，这是斩杀线的现象，那你怎么看呢？贝森特他竟然表示说，这是拜登政府执政期间最关心的食品杂货、房租都上涨35%到37%，我们现在都很努力的把它降下来啊！而且你看，川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就会发现呢，时薪工人比管理层的生活来得更好，通通都甩锅给拜登啦。但是我们来看到了美日债的危机相比中国愿意做世界市场，真的是经济状况差很大。我们来请教赖教授。先看这个足球哈，因为我们台湾的球迷比较喜欢棒球接着是篮球，足球可能比较靠后一点大陆的球迷最喜欢的就是足球他们爱死足球，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大陆的足球队尤其是国家足球队，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争气就一次一次的让他们的球迷失望这次表现得非常的亮丽所以又给中国大陆的球迷又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能够打入决赛，这不简单睽违了这么多年12年这个真的是希望也祝福大陆的球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然后从此以后让这个足球队干干净净一些这些足球队的队员好好的这个训练，好好的比赛，能够在国际间打到欧洲杯去我觉得如果能够打到欧洲杯，那就不简单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因为足球的外交真的是在欧洲、拉丁美洲有巨大的影响力。欧洲、拉丁美洲、非洲足球是最受欢迎的。再强调欧洲、拉丁美洲、非洲足球是非常的受欢迎，所以足球打得好，保证在国民外交、在足球外交效果会非常的巨大。好。美国跟日本都是一个政府债最大的国家之一，日本尤其比美国更严重。但是日本还安全，是因为日本的国债大部分是日本的人民买，外国人买的比较少。美国的政府的公债，外国的买的很多这不太一样。可是现在出现一个对日本来说真的是很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各位，你们看到殖利率越高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买方越来越少，那卖掉的越来越多，也就是日本政府印的公债，日本人民已经不太买了。那这个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尤其是这个高市早苗，他走的是安倍晋三的老路，也就是继续安倍三支箭嘛，继续无限量的宽松。可是问题就在于，日本的日元贬得很严重，而美国也都很有意见了。日元如果一直这样贬下去，对日本真的很不利，因为本来你贬日元是有助于你的出口，可是问题是日本的出口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可是它却不利于你的进口，因为你也知道贬值跟升值都是一刀子两面那是要很灵活的运用。那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日本的困境是它的进口成本升高，物价也上涨。可是日元一直贬，对它不利的情况下，央行已经出手2到3次了，结果救不起来。对，这个对于日元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对日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事。如果日本的经济真的出了状况，我想美国也会受牵连，日本本身也会更惨。这个是对于高市早苗未来要怎么走看办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请教彬哥怎么看现在的日债危机？我觉得现在高市是因为他自己正达到个人声望的最高点，所以他想打铁趁热，赶快来改选国会，企图一举让自民党能够单独过半，这样就能够更巩固他的权力，顺便也可以压制党内的其他的声音。可是看起来日本民众对这个状态并不是特别满意，所以有一半的人反对。那他们认为说，你仅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之前选举才没多久，然后你现在突然之间要改选2个礼拜之后又要决定，那这2个礼拜到底能够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选择？觉得劳民伤财，好像不如，与其要搞这些东西，不如赶快把经济的东西去着眼去推动更好，不要把能量花在这些地方上。可是我必须说，这就是高市为什么要动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办法把经济变好，因为他自己心头很清楚嘛。你如果一上来跟中国大陆之间搞好关系，即使美国在那边作乱，至少可以维持东亚稳定的话，你日本的经济至少可以维持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那现在美国已经在作怪，你又跟中国大陆交恶，那请问一下，你的经济到底要怎么好？根本已经不可能会好了。所以他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经济不可能会好，所以与其这样等下去，等到民调直直落，不如趁民调高的时候就来搏一次，搏到的话，他掌握过半的权力，就不怕在野党继续挑战他，那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可以了。所以这才是高市真正的图谋，所以他才会直接讲说他拼上首相的去留。废话，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哪一次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日本的经济恐怕在高市的领导下只会往下面走，不会再往上升。没错。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川普政府竟然把斩杀线甩锅给拜登，我们请教厉将军。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斩杀线，400块斩杀线什么意思？我们很难想象，以美国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富裕、很强大的国家，居然他的老百姓如果说一旦生活这个要多付出400块的话，他马上会面临他整个人生来讲一个巨大的改变。怎么讲呢？大概美国现在老百姓他的收入跟他的支出概率是平衡，因为在美国生活其实费用很贵的，包括你要交的房租包括你信用卡要付的费用，包括你吃饭要用的钱，这些来讲可能跟你的收入刚好打平。因为在美国这种，你不要小看这些食衣住行的开支也是非常贵的，那你的收入大概刚好可以打平。万一有一天你临时生了一个病，而这个病你去就医来讲，可能要花上$400美金以上，你很可能就交不出这400块。那因为交不出这400块，你可能你的房租付不出来，你就被房东赶出来了变成一个游民。所以他们讲到400块斩杀线，就是说你人生从此以后可能这个天地之间为之变色，整个就改变。那我们很难想象说，以美国这个国家居然400块会逼死一个英雄好汉。但是大家不要讶异，因为昨天我看到美国的农业部长居然推出一个套餐，说3块钱的美金可以让你吃饱包括蔬菜这个食料等等。那他们这个记者去试吃这3块钱的美金的套餐，居然吃不少。那你想想看，以美国的农业部长会在推销3块钱，骗他的老百姓说你只要3块钱就可以吃饱一餐饭，再加上这400块的斩杀线，我觉得从这以上这2件事情大家已经